欢迎来到茫茫书海，一起来听听看看地狱美食起源。大学生王云云在撰写关于18层地狱的论文时，因黑白无常不满他对地狱的刻板描述，被意外带入地狱进行实地考察。欢迎来到真正的18层地狱，王云云同学。地狱7日游现在开始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地狱膳房的实习厨娘了。300年前，地藏菩萨曾预言，会有一个掌心带佛印的活人女子来到地狱，了结一段因果。王云云真的是意外被带入地狱的吗？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故事内容。凌晨3点27分，王云云的笔记本电脑风扇发出不堪重负的嗡嗡声。他第13次删改了论文第5章的开头，烦躁地抓了抓已经乱成鸟窝的头发。学生公寓的单人床上堆满了参考书籍，地狱变相图研究、佛教地狱观念考、中国民间地狱传说汇编，每一本的扉页都贴满了彩色便签。为什么所有文献都把地狱描述得这么千篇一律？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抱怨，手指重重敲击着键盘。刀山火海、油锅冰窟，这些古人就没有点想象力吗？窗外突然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瞬间拉长变形。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，整栋公寓楼都跟着颤动。王云云猛地缩了下脖子，桌上的马克杯里已经冷掉的咖啡荡起一圈涟漪。见鬼的天气，他嘟囔着站起身，突然发现电脑屏幕上的文档开始不正常的闪烁， Word 软件的界面扭曲变形，他精心整理的参考文献列表像被吸入漩涡般旋转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中病毒了。他伸手去按电源键，指尖却在接触键盘的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吸住。文档中的文字一个个跳出屏幕，在他眼前重组拼接，形成一道发光的符咒。王云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离地而起，睡衣下摆无风自动。他想尖叫，但声音卡在喉咙里，想挣扎，但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。欢迎来到真实的地狱，王云云同学。一个清冷如玉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。下一秒，天旋地转，他感觉自己被扔进了一条五光十色的隧道，无数画面从身边飞速掠过，燃烧的城池，血色的月亮，开满曼珠沙花的花田。砰！王云云以狗吃屎的姿势摔在坚硬的地面上，膝盖和手肘传来尖锐的疼痛。他龇牙咧嘴地抬起头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瞬间忘记了呼吸。这是一条宽阔的离谱的青石板路，路面每一块石板都雕刻着精美的莲花纹样。道路两旁矗立着风格奇特的建筑，左边是飞檐翘角的唐宋风格楼阁，右边却是充满未来感的玻璃幕墙大厦，两者诡异地和谐共存。天空中飘荡着柔和的蓝绿色极光，没有太阳却亮如白昼。远处18座形态各异的宫殿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最高处那座金色的建筑顶端悬浮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罗盘，正在缓缓转动。这是哪？王云云撑着地面想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掌穿透了石板，就像穿过全息投影一样。建议你不要乱动。那个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活人的魂魄出到阴间会不稳定，容易卡进忘川支流里。一双纤尘不染的白色锦靴停在他眼前，顺着月白色长袍往上，王云云看到了一张足以让任何明星偶像黯然失色的脸。斜飞入鬓的剑眉下是一双含着笑意的桃花眼，眼尾一颗泪痣平添几分风流。男子束发的玉簪上缠绕着细细的银链，末端缀着个小巧的骷髅头装饰。白白无常，王云云结结巴巴地说，目光落在他手中那根通体雪白的哭丧棒上，棒身缠绕着7道金环，随着移动发出清脆的铃音。聪明，男子优雅地蹲下身，与他平视，在下谢必安，这位是范无咎。他指了指身侧。直到这时，王云云才注意到阴影中还站着另一个人。与谢必安的风流倜傥不同，范无咎一身玄色劲装，腰间别着9节钢鞭。他的英俊带着锋利的侵略性，眉骨上一道疤痕更添煞气。
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，漆黑的瞳孔周围泛着一圈诡异的血红色。我王云云的大脑彻底当机，我死了。范无就发出一声冷哼，想得美。阳寿未尽者不入生死簿。他从袖中抽出一卷竹简，唰地展开。王云云，女，1999年8月15日生，卒年。他故意停顿了一下，暂时保密。谢必安用哭丧棒轻轻挑起王云云的下巴，我们请你来是要纠正一些错误认知。他变魔术般从袖中掏出一沓 A4 纸，正是王云云的毕业论文草稿。18层地狱是封建统治者恐吓人民的工具，地狱刑罚反映了古代司法体系的残酷。他每念一句，眉头就皱紧一分。我那是学术分析。王云云下意识反驳，随即意识到自己正在和神话人物争论学术问题，这荒诞感让他差点笑出声来。范无就突然俯身逼近，王云云闻到他身上有股冷冽的松木香。你连拔舌地狱都没见过，就敢写受刑者舌根被铁钳撕裂，鲜血喷溅3丈。他修长的手指划过论文某处，指甲瞬间变得漆黑尖锐，要不要亲身体验一下？老范，别吓唬小朋友。谢必安用哭丧棒隔开同伴。王同学，我们决定给你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。他打了个响指，王云云顿时感觉身体凝实了许多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地狱膳房的实习厨娘了。等等，我没同意。你有2个选择。范无就冷冰冰地打断他。A， 乖乖当厨娘，3个月后送你回阳间。B， 现在就把你扔进忘川，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灵魂被亿万冤魂撕扯。王云云咽了口唾沫，有员工保险吗？谢必安愉悦地笑起来，当然有，包吃包住，月俸300冥币，每周单休。他忽然压低声音，还能见到真正的阎罗王哦，比你们人间的小鲜肉帅多了。就这样，王云云晕头转向地被带往员工宿舍。途中他注意到街上的行人形形色色，有顶着鹿角的少女捧着珍珠奶茶边走边喝，西装革履的牛头人夹着公文包在打电话，甚至还有个穿 JK 制服的马面姑娘在自拍，手机壳上写着地狱欢迎你。这里真是地狱？王云云忍不住问。谢必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啊，那是马面罗刹的新造型，最近在年轻鬼差中很流行。他眨眨眼，你以为地狱应该是什么样？岩浆火湖，骷髅遍地，太老土了。我们500年前就完成了现代化改造。范无就补充道，不过第18殿除外。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，那里关押的都是罪大恶极之辈，保留了些传统项目。转过一条开满血色曼珠沙花的小路，眼前出现了一座青瓦白墙的院落。门楣上五味斋3个篆字龙飞凤舞，两侧对联写着酸甜苦辣调人生百味，蒸炒煎炸煮阴阳2界。到家了。谢必安推开朱漆大门，孟婆，新人带到。五味斋内飘出的香气让王云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那是一种复杂而诱人的味道，花椒的麻，陈皮的甜，肉桂的暖，还有某种他说不出的令人灵魂战栗的气息。院中景象更令他瞠目，30多口造型各异的灶台排列有序，有的冒着青烟，有的喷着蓝火，最中央那口青铜大鼎甚至悬浮在半空，自行搅拌着里面的汤羹。10几只应该算是小鬼的生物正在忙碌，它们约莫孩童大小，青紫色的皮肤上布满银色符文，动作却异常灵活。新来的活人。一个佝偻的身影从蒸笼后的雾气中走出，那是位满头银丝的老妇人，皱纹里沉淀着岁月的智慧，手中3尺长的铁勺闪着寒光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眼睛，左眼澄澈如少女，右眼却浑浊如100岁老人。孟婆，王云云声音发颤。传说中专司遗忘的幽冥之神，此刻正用打量食材的眼神看着她。叫我孟婆婆就行。老妇人用铁勺挑起王云云的下巴。火命人，8字带食神，难怪被安排到厨房。她突然凑近嗅了嗅，你在人间常做川菜？王云云惊讶地点头，我外婆是重庆人，教过我。水煮鱼会用阴山花椒吗？啊，
回锅肉知道加忘忧草提香吗？等等，什么事？孟婆突然转身，铁勺在空中划出一道银弧，基础知识为零。他对黑白无常说：“3个月怕是连刀功都练不好。”谢必安笑着摸出个锦囊，严君特批的醍醐灌顶丸，吞下去就能掌握地狱基础厨艺。王云云还没反应过来，范无舅舅捏住她的鼻子，把一颗散发着硫磺味的药丸塞进她嘴里。药丸入口即化，一股热流从喉咙直冲头顶，霎时间，无数陌生知识涌入脑海：冥界食材图鉴、阴阳火候掌控、往生咒调味法。他跪在地上干呕，却发现吐出来的是一缕青烟，在空中形成个小小的骷髅头，还对他眨了眨眼。适应得不错，孟婆满意的点头，铁勺指向后院：“你的房间在左厢房，每日寅时起床准备早膳，18殿的菜单在厨房墙上。”现在他扔来一条绣着金线的围裙，先去削300斤黄泉土豆。接下来的6个时辰，王云云从日晷上学会地狱计时法，她经历了人生最魔幻的厨房体验。那些土豆长着人脸，会尖叫，菜刀有时会突然变成蛇，灶台的火候需要用往生咒调节，而盐罐里的晶体居然是微型骷髅头，撒进锅里时会发出愉悦的叹息。别用阳间的常识理解这里的一切，孟婆边指点边解释：黄泉土豆要先用忘川水浸泡，去除怨气，切幽魂椒时必须倒着切，否则辣味会灼伤灵魂。深夜，当王云云终于瘫倒在厢房的雕花木床上时，她发现这间员工宿舍意外的舒适。床幔是用某种会发光的丝线织成，墙上挂着的水墨画会随心情变换场景，甚至还有个迷你温泉池，水面上飘着永不凋谢的彼岸花。他刚合上眼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惊得他跳起来。厨娘大人！紧急情况！门外是个尖细的声音：秦广王殿下突发雅兴，要宴请其他几位殿下，点名要您做黯然销魂饭。王云云一头雾水地拉开门，只见一只穿着号衣的青蛙精正焦急地蹦跳着，就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。殿下刚看了食神蓝光碟。我哪会做？话音未落，孟婆的铁勺已经从隔壁飞来，精准地敲在他头上。地狱厨艺第1条，老太太的声音穿透墙壁：客人点的菜，不会也得会。凌晨的厨房里，王云云手忙脚乱地翻看《冥界食谱大全》，青蛙精在一旁喋喋不休：殿下说要能让人流泪的那种，最好吃完还能看见已故的亲人。这要求也太……他突然注意到食谱某页有行小字：用3升石粉加忘忧草汁，可调出穿透灵魂的味道。在3只小鬼的帮助下，王云云勉强凑齐了材料。当做好的饭被装入描金食盒送走时，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。然而不到1刻钟，送餐的小鬼就慌慌张张跑回来：厨娘大人，出大事了！秦广王殿下吃了一口就哭得停不下来，现在正抱着转轮王喊妈妈呢。王云云眼前一黑，完蛋了，他可能创造了地狱史上最快被下油锅的记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王云云不仅没被下油锅，反而因为黯然销魂饭一举成名。第2天，各店差役纷纷来五味斋求购能唤起回忆的美食，连平日深居简出的严君都派童子来要了份外卖。你运气不错，孟婆边熬汤边说，秦广王母亲去世3000年了，你那碗饭让她重新感受到母爱。他舀了勺汤递过来，尝尝。王云云小心抿了一口，顿时瞪大眼睛。这汤仿佛把整个春天的鲜味都浓缩在其中，后味却带着淡淡的忧伤，让人想起童年外婆家的后院。这才是真正的孟婆汤，他惊讶地问，和传说中让人遗忘的不一样。孟婆的左眼闪过一丝狡黠，谁规定孟婆汤只有一种配方？给往生者喝的是忘情水，给各店大人的是一苦丝甜汤。他突然压低声音，你昨晚用的3升石粉其实是……厨娘，救命啊！青蛙精的尖叫打断了谈话，那只五彩紧急不见了。西王母座下的卯日星官转世那只。王云云手里的汤勺啪嗒掉在地上，
他这才想起来，早上确实有鬼差送来只神气活现的五彩大公鸡，说是暂放在厨房，等投胎司的人来取。我以为是食材，他声音发抖，把它处理了。整个厨房瞬间安静下来。孟婆的右眼变成了血红色，灶台里的火焰全部变成了青白色。王云云感到一阵刺骨寒意从脚底窜上脊背。你把它做成菜了？孟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还没下锅，王云云急忙解释，只是拔了毛，越说声音越小。青蛙精直接晕了过去。一个小鬼开始用头撞墙，喊着我们都要魂飞魄散了。就在这时，后院传来一阵骚动。找到了，鸡找到了。王云云跌跌撞撞地冲向后院，只见菜园里站着个高大身影。那人一袭玄色战袍，肩胛上蹲着的正是那只光秃秃的五彩锦鸡，虽然没毛了，却依然神气活现地昂着头。李将军，小鬼们欢呼起来。男子转过身，王云云第一次看清他的样貌，剑眉星目，轮廓如刀削般硬朗，左眉一道断痕更添英气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神，如古井般沉静，却又暗藏锋芒。我在桃林找到的。他的声音低沉有力，他似乎很喜欢啄食落花。王云云接过秃毛鸡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谢谢您，我差点酿成大祸。新来的厨娘，男子，李将军，目光落在他脸上，突然微微皱眉，你是活人？李默将军，生前是镇守边关的将领，孟婆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，这位是王云云，阳间来的实习厨娘。李默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随即恢复平静，活人在地狱倒是稀奇。他伸手摸了摸那只秃毛鸡，卯日星官脾气大，下次别招惹他了。王云云连连点头，突然注意到李默的手腕上缠着一道若隐若现的红线，另一端延伸向远方，消失在虚空中。那时他忍不住问，业力锁。李默平静地说，重罪之人才有的标记。不等王云云追问，他已转身离去，战袍在阴风中猎猎作响。当天晚餐时，王云云特意做了道凤凰涅盘，用不死鸟羽毛熏烤的灵禽肉，这次确认过是正规食材，托小鬼送给李默。没想到半夜他正在清点食材时，李默本人出现在了厨房门口。将军，王云云差点打翻调料罐，菜不合口味吗？李默摇摇头，很好吃。300年来第一次尝到有温度的食物，他犹豫片刻，那只鸡卯日星官原谅你了。他说拔毛体验很新奇，打算投胎后写本回忆录。王云云扑哧笑出声，随即想起什么，300年？您在地狱这么久了？月光透过窗棂，在李默轮廓分明的脸上投下斑驳阴影。我情况特殊，他轻声说，生前杀孽太重，又有些未了的因果。他突然转移话题，你会做人间的点心吗？接下来的日子，王云云经常能在厨房附近偶遇李默。这位古代将军对现代食物充满好奇，常常看着他使用各种厨具出神。某天他正在用电动打蛋器地狱版靠怨灵驱动做蛋糕时，发现李默盯着旋转的搅拌头，表情像个发现新玩具的孩子。这叫打蛋器，他解释道，比手动搅拌快多了。李默若有所思，阳间现在都用这种机关术。王云云忍不住笑了，这算什么？我们还有能飞的铁鸟，千里传音的法器，装在盒子里的戏台。他越说越起劲，掏出手机，居然还有信号，给他看视频。李默凝视着屏幕上呼啸而过的高铁，眼神复杂，真想亲眼看看这样的盛世。这句话让王云云心头一酸，他突然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将军，明天我休息，要不要一起去地狱街市逛逛？我请你吃小吃。李默明显愣住了，那道业力锁突然发出微弱的红光，我不能离开指定区域，他最终说，但谢谢你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王云云注意到几个小鬼对着李默指指点点，交头接耳。他悄悄靠近，只捕捉到几个零碎的词，18殿那场屠杀严军特赦。第二天清晨，王云云被一阵香气唤醒，推开房门，他发现廊下放着个食盒，里面整齐地摆着几样中式点心，
造型古朴却精致。附着的纸条上写着苍劲的毛笔字，聊表谢意。李默。他捏起一块琥珀色的糕点咬下去，顿时满口生香。这味道像是把秋天的阳光和桂花的温柔都揉进了面里。更神奇的是，吃完后他眼前竟浮现出一幅画面，金戈铁马的边关，落雪城头上，一个孤独的身影正在吹笛。叶粒点心孟婆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，能尝出制作者最深刻的记忆。老太太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李将军很久没做过点心了，上次还是300年前，为了祭奠他死去的部下。王云云怔怔地看着剩下的点心，突然很想了解那个沉默的将军背后的故事。地狱7日游，现在开始。谢必安不知从哪变出个小旗子，像导游一样挥舞着。今天他换了身现代装扮，白西装搭配骷髅头胸针，活像个准备走红毯的明星。王云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地狱实习厨娘工牌，又看看身旁一袭戎装的李默，总觉得这组合怪异又和谐。范无就冷着脸站在3步之外，手里把玩着那根9节钢鞭。第一站，秦广殿。谢必安兴高采烈地宣布，主管生死受邀，吉凶祸福。穿过3道雕着往生咒的牌坊，眼前的宫殿比王云云想象中朴素，没有阴森的刑具，倒像个大型档案馆。无数书架排列至天花板，上面摆满发光竹简。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除了长着脚或尾巴，看起来与常人无异，推着悬浮车在过道间忙碌。那些事，王云云指着竹简。生死不分卷，李默解释道，记录每个灵魂的善恶功过。正说着，一个穿判官服的中年男子迎面走来，他面容威严却不失慈祥，手里拿着个平板电脑。秦广王殿下，李默恭敬行礼。王云云瞪大眼睛，这就是十殿阎罗之首。除了头上那对小巧的龙角，他看起来就像个普通政府官员。啊，你就是那个做黯然销魂饭的小厨娘。秦广王和蔼地笑道，下次少放点3升10粉，我哭了整整2个时辰。他转向李默，表情严肃了些，李将军，关于你的复审。李默的背脊明显绷紧了，殿下请讲。准了。秦广王在平板上划了一下，从今日起，你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幽冥城。不过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李默手腕上的业力锁，18殿仍是禁区。离开秦广殿后，王云云忍不住问，复审是什么？18殿又为什么是禁区？李默沉默不语。谢必安打着哈哈岔开话题，接下来我们去参观最具人气的聂镜台，保证比迪士尼的魔镜好玩。聂镜台实际上是座巨大的圆形剧场，中央悬浮着一面青铜古镜。此时镜中正播放着某个贪官的生平恶行，台下坐满观众，不时发出嘘声。地狱版电影院，范无就难得开口，每天循环播放各种典型案例，起警示教育作用。王云云注意到剧场角落里有个小吃摊，卖爆米花和饮料，包装上印着聂镜特供，吃瓜必备。这也太人性化。谢必安笑嘻嘻地接话，早跟你说过，地狱早就改革了。除了那些，他忽然压低声音，算了，有些事还是循序渐进的好。接下来的行程让王云云大开眼界。第2殿的冥河疗养中心让饭口业者体验被语言伤害的感觉。第5殿的因果模拟器能让人亲身经历自己造成的痛苦。连传说中的刀山都变成了全息投影体验馆，只有最顽固的恶徒才会被要求实际攀登。所以地狱其实是个大型改造所，王云云总结道。李默点头，刑罚不是目的，让灵魂认识错误才是关键。中午时分，他们来到第10殿转轮王的辖区，这里像个繁忙的交通枢纽，无数半透明的灵魂在鬼差引导下排成队列，走向不同颜色的光门。6道轮回处，谢必安介绍道，根据业力评估决定下一世去向。金色是天道，红色是人道，灰色是畜生道。王云云突然注意到李默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，那双总是平静的眼睛里翻涌着难以言说的情绪。李将军，他轻声唤道。
我曾有7000部下。李默突然说，声音低沉的几乎听不见。他们本该转世为人，却因我的错误决定永堕畜生道。王云云心头一震，突然明白了他手腕上业力锁的含义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却被一阵骚动打断。阎君出行，众鬼退避。一对仪仗从远处行来，为首的轿辇上坐着个穿着汉服的少年。他看起来顶多20岁，却有种超越年龄的威严，手中把玩着个发光的水晶球。当代阎君谢必安恭敬地说，别看他长得嫩，实际已经5000多岁了。阎君的目光扫过人群，在王云云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阳间来的小厨娘，你的麻婆豆腐不错。说完轿辇就远去了，留下一地惊叹。他点过我做的外卖。王云云结结巴巴地问。谢必安大笑，阎君可是你的头号粉丝，不然你以为煽动卯日星官这么容易过关？回程路上，王云云发现李默格外沉默。当经过一座被黑雾笼罩的宫殿时，他的脚步明显加快了。那就是18殿。王云云小声问。范无咎突然挡在他面前，无间地狱，活人进入，他的眼神异常凌厉。那里关押的都是不可救药的极恶之徒，保留着传统刑罚。李默已经走到10几步开外，背影僵硬如铁。王云云注意到他手腕上的业力所此刻红得发亮，像烧红的铁丝般灼人。当晚，王云云辗转难眠。他起身点亮魂灯地狱版台灯，开始重写毕业论文。这次他画了个完全不同的地狱结构图，不是垂直的18层，而是平行的18个功能区。写到一半，窗外传来悠远的笛声。他推开窗，看见李默独自坐在远处的忘川岸边，背影融在血色的月光里。笛声凄清哀婉，像是倾诉着300年来无人理解的孤独。王云云鬼使神差地装了一盒刚做的桂花糕，悄悄走向那个孤独的身影。夜风吹起他的衣角，忘川两岸的曼珠沙花随之摇曳，仿佛无数双挥舞的手。将军，他轻声唤道，要尝尝人间的甜点吗？李默转过身，笛声戛然而止。在血色月光的映照下，王云云第一次看清了他眼中深藏的伤痛，那是一个背负着太多生命，独自走过太漫长岁月的灵魂才有的眼神。忘川河畔的曼珠沙花在血色月光下摇曳，李默的笛声戛然而止。他转过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迅速将手中的骨笛藏入袖中。王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王云云举了举手中的食盒，听到笛声，想着你可能需要些点心。他在他身旁坐下，刻意保持着半臂距离。这是人间的桂花糕，用5味摘的忘忧蜜做的。李默修长的手指轻轻掀开盒盖，桂花的甜香顿时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。他拿起一块糕点，月光下能看清他指节上的老茧，那是常年握剑留下的痕迹。300年了，他咬了一口，突然怔住，这味道，怎么了？太甜了吗？王云云紧张地问。李默摇头，眼神变得悠远，与我母亲做的一模一样。他苦笑道，看来孟婆连这个都告诉你了。没有，真的只是巧合。王云云急忙解释，却看到李默嘴角微微上扬，他居然在逗他。夜风拂过，带来忘川河水的腥甜气息。王云云抱紧双膝，突然问道，刚才那首曲子很悲伤，是你写的吗？李默沉默片刻，望向河对岸隐约可见的18殿轮廓，边关乐，写给战死的将士们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上的业力锁，每年今日我都会再次吹奏。王云云这才注意到，今天的月亮格外血红，像是浸透了鲜血。今天是天启7年冬月18，7000将士埋骨黄沙之日。李默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因为我错误的军令。王云云心头一颤，300年的时光竟未能冲淡这份愧疚。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轻轻附在那道发光的业力锁上。嘶！一阵剧痛让他猛地缩回手，指尖已经烫起了水泡。李默脸色大变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业火灼伤。
怎么会？他的目光突然凝固在王云云掌心，那里有一道淡淡的金色纹路，正缓缓消退。你，他的声音充满震惊，你体内有佛门印记。王云云茫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，什么印记？我只是个普通大学生啊。李默的表情变得复杂，难怪黑白无常会带你来地狱，难怪你能触动业力锁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我送你回去。回程路上，两人都沉默不语。经过一片桃林时，李默突然停下脚步，明日不要来送餐。为什么？我要去18殿。他的侧脸在月光下如刀刻般冷硬，有些因果必须了结。王云云心头涌起不祥的预感，不是说活人不能靠近18殿吗？我可以躲在远处。不行，李默的声音陡然提高，惊飞了几只夜栖的鸣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放柔声调，那里太危险。答应我。看着他眼中的恳求，王云云只得点头，但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明天一定要跟去看看。第二天清晨，王云云借口头疼，向孟婆请了假。等厨房忙碌起来后，她悄悄溜出五味斋，跟着记忆中的路线向18殿方向走去。越靠近18殿，周围的景象越发诡异。原本明亮的天空逐渐暗沉，道路两旁的曼珠沙花变成了尖锐的黑刺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与腐朽的气味。这就是真正的地狱模样吗？王云云捂住口鼻，心跳如鼓。转过一道刻满符咒的石壁，18殿的全貌赫然出现在眼前。那是一座漆黑的钢铁堡垒，无数锁链从殿顶延伸至地下，每一根都绷得笔直，仿佛在禁锢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殿门前，两排身着骨甲的鬼卒肃立，他们手中的长矛上跳动着幽蓝的火焰。王云云躲在一块巨石后，远远看见李默独自走向殿门。他今天换了一身素白战袍，腰间佩剑，手腕上的业力所红的刺眼。李将军，守卫的鬼族首领抱拳行礼，严军已等候多时。就在李默即将踏入殿门时，他突然回头，目光如电般射向王云云藏身之处。王云云吓得屏住呼吸，所幸他似乎没有发现，很快转身入内。得想办法进去。王云云环顾四周，发现殿侧有个运送物资的小门。趁着鬼卒换岗的空档，他猫着腰溜了过去。小门后是一条昏暗的甬道，墙壁上挂着的不是火把，而是一个个被囚禁的怨灵，他们发出无声的尖叫。王云云强忍恐惧，贴着墙根前进，最终来到一个类似观察台的地方。透过铁栅栏，他看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景象。18殿内部是个巨大的圆形空间，中央悬浮着一个由锁链组成的茧，里面隐约可见一个人形。周围环绕着18根铜柱，每根柱子上都绑着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，正在承受各种酷刑，有的被铁钩撕扯，有的被毒蛇噬咬，有的浸泡在沸腾的血池中。第300次复审，罪将李默，拜见阎君。李默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。王云云这才注意到，高台上坐着阎君，身旁站着黑白无常和几位判官。李默，阎君的声音不再轻快，带着神奇般的威严。300年前，你私放重犯，导致10万冤魂不得超生。念在你曾有功于地府，特许你戴罪修行。今日是你最后的机会。王云云捂住嘴巴。李默曾经犯下大错。李默单膝跪地，末将愿入无间，换7000将士转世为人。痴儿，阎君叹息，你可知那重犯如今何在？锁链组成的茧突然剧烈震动，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里面传出：李默，你终于来了。李默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。师兄，师兄。王云云瞪大眼睛，哈哈哈，茧中的声音疯狂大笑，300年了，你还在为那些蝼蚁般的士兵忏悔？可笑！若非你妇人之仁，我早已……住口！李默厉声打断。张子渊，你为修炼邪术屠杀10万生灵，我当年就该亲手了结你。阎君抬手示意安静。李默，今日若你能亲手斩杀此僚，便可消去业障，重入轮回。一把泛着青光的长剑从天而降，插在李默面前。王云云的心就紧了。
他看着李默缓缓拔起剑，走向那个锁链组成的茧。就在剑尖即将刺入的瞬间，异变陡生。小心！王云云的尖叫与黑白无常的警示同时响起。锁链轰然炸裂，一个黑影闪电般袭向李默。王云云终于看清了那人的模样，他穿着与李默相似的战袍，但浑身皮肤上布满诡异的符文，十指如钩，眼中跳动着绿色的火焰。你以为我真的会被这些锁链困住？张子渊的声音如同金属摩擦，我一直在等你啊，亲爱的师弟。李默举剑格挡，金铁交鸣之声响彻大殿。两人的身影快得看不清，只能看到剑气与黑雾交织碰撞。拦住他！严君厉喝，别让他靠近往生井。王云云这才注意到大殿一角有口古井，井水泛着奇异的光彩。张子渊似乎刻意在往那个方向移动。战斗越来越激烈，李默的白袍已经被鲜血染红。王云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。突然，他注意到自己掌心再次浮现出那道金色纹路。佛门印记，他想起李默的话，鬼使神差地举起手，对准了激战中的两人。住手！一道金光从他掌心迸发，如利箭般射向张子渊。那魔头发出一声惨叫，动作顿时迟缓下来。李默抓住机会，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。你居然找到佛骨传人！张子渊不可置信地瞪着王云云的方向，身体开始崩解，不过已经晚了。他的身体突然爆开，化作无数黑雾冲向那口往生井。严君脸色大变，他要污染轮回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默纵身跃入井中，硬生生用身体挡住了黑雾。井水顿时沸腾起来，发出刺目的白光。李默！王云云再也忍不住，冲出了藏身处。当王云云跌跌撞撞地跑到井边时，井水已经恢复了平静。李默不见了踪影，只有他的佩剑漂浮在水面上。他死了吗？王云云颤抖着问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严君走到他身边，出人意料的温和，往生井通6道轮回。李默以自身为屏障，阻止了张子渊污染轮回之路。他顿了顿，不过什么？王云云急切地问。他的魂魄被井水冲散了。黑白无常走上前来，谢必安难得地收起笑容，一部分留在阴间，一部分可能已经转世，还有一部分迷失在时空缝隙中。范无咎冷冷地补充。王云云腿一软，跪倒在井边。他不敢相信，那个教他认地狱食材，听他讲人间趣事，为他做业力点心的将军，就这样消失了。为什么叫我佛骨传人？他突然抬头问道。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？严君与黑白无常交换了一个眼神。300年前，地藏菩萨曾预言，会有一个掌心带佛印的活人女子来到地狱，了结一段因果。他指着往生井，你的血可以暂时稳定井水，给我们时间找回李默的魂魄。王云云毫不犹豫地咬破手指，将血滴入井中。井水泛起涟漪，隐约可见无数光影在其中流转。现在怎么办？他急切地问。我们需要分头行动。严君开始部署，黑白无常去人间寻找可能已经转世的那部分魂魄，孟婆负责用招魂汤凝聚他在阴间的残魂。而你，我要做什么？王云云握紧拳头。你要进入往生井，找到迷失在时空中的那部分。严君严肃地说，但记住，你只有7天时间，超过7日，你的肉身就会彻底死亡，再也回不到人间。王云云看向那口神秘的井，毫不犹豫地点头。我该怎么做？孟婆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，递上一碗泛着金光的汤药，喝下这个，跳入井中。他会指引你找到他。老太太的左眼闪烁着奇异的光芒，但要小心，时空乱流会制造幻境，不要被迷惑。王云云接过碗，仰头一饮而尽。汤药的味道像是浓缩了世间所有情感，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。告诉他，孟婆在他耳边轻声道，300年的忏悔已经足够了。带着这句话，王云云纵身跃入往生井。井水出奇的温暖，像是无数双手在拥抱他。下坠的过程中，时间似乎失去了意义，他感觉自己被拉长又压缩，
分散又重组。当双脚再次踏上实地时，王云云发现自己站在一座燃烧的城池中。热浪扑面而来，王云云被浓烟呛得连连咳嗽。她发现自己穿着粗布衣裳，站在一座古代城池的街道上，四周房屋熊熊燃烧，远处传来喊杀声和兵刃相接的狰鸣。这是李默的记忆，他喃喃自语，想起孟婆说的时空乱流会制造幻境。一个满身是血的老妇人跌跌撞撞地跑来，抓住他的手臂，姑娘快逃！北狄人攻进来了，老妇人指着城南，李将军在城门死守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王云云心头一震，拔腿就往城南跑去。街道上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和倒伏的尸体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焦糊的气味。城墙已经坍塌了大半，他看到数百名士兵组成人墙，死死堵在缺口处，而站在最前面的正是身披银甲的李默。他的头盔已经不知去向，长发被血粘在脸上，手中长剑每一挥都会带起一捧血花。守住城门，他的声音嘶哑却坚定，给百姓争取撤离时间。一支流箭突然从侧面射来，眼看就要命中李默的咽喉。小心！王云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抄起地上一面破盾冲了上去。当，箭矢被盾牌弹开。李默转过头，震惊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子。你是？王云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一阵剧痛突然从后背传来。他低头看见一节带血的刀尖从自己胸前透出。不！李默的怒吼是他失去意识前最后听到的声音。再次睁开眼，王云云发现自己躺在一顶军帐中，后背的伤口已经被妥善包扎，空气中飘着草药苦涩的气息。你醒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王云云转头，看见李默坐在床边，正在擦拭佩剑。他比地狱中的样子年轻些，眉宇间少了那份沧桑，多了几分锐气。我没死，他虚弱地问。李默放下剑，递来一碗药汤，差一点。军医说刀锋再偏半寸就会刺穿心脏，他眼中带着探究，为什么救我？我们素不相识。王云云接过药碗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手。一瞬间，无数画面闪过脑海，这是李默记忆中最深刻的片段之一，但不是全部。他急中生智，我是从南方来的医女，听说边关战事吃紧，特来帮忙。李默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，你的医术如何？会些简单的包扎和王云云想起现代急救知识和伤口处理。正好，李默站起身，我军伤亡惨重，需要所有人手。你好好休息，明日开始工作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云云在军营中忙碌着照顾伤员。她偷偷运用现代医学知识，用沸水消毒器械，教士兵们保持卫生，甚至用针灸帮人止痛。很快，女神医的名号就在军中传开了。但最让她在意的是李默的异常。每当夜深人静，这位年轻将军就会独自登上城墙，望着北方出神。有时一站就是整夜。将军在看什么？一天夜里，王云云忍不住问道。李默似乎对他的出现并不意外，在看师兄驻守的烽火台，他声音低沉，3日没有信号了。王云云心头一跳，师兄是张子渊。李默猛地转身，你怎么知道？糟糕！王云云暗叫不好，急中生智道，听士兵们提起过。李默的眉头仍未舒展，师兄与我同出昆仑剑派，奉命共守此关。他望向远方，但自从上月他发现那处古墓后，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古墓？王云云想起地狱中张子渊身上的诡异符文，难道那就是他堕入邪道的开始？将军，一个士兵慌张跑来，北方10里处发现北狄大军，至少有5万人。李默脸色骤变，立刻点燃烽火，全城戒备。他转向王云云，带伤员从密道撤离，这是军令。王云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这就是李默一生中最悔恨的时刻，那场导致7000将士阵亡的战役。不！他抓住李默的手臂，你不能正面迎敌，北狄人这次有埋伏。李默震惊地看着他，你如何得知？
我王云云急得额头冒汗，我昨夜观星象，见将星陨落西北，主大凶之兆。古代人应该信这个吧？他在心里默默祈祷。李默的眼神变得复杂，即使如此，我也不能弃城而逃。身后是数十万百姓，但可以改变战术。王云云绞尽脑汁回忆看过的历史剧，比如派小股部队袭扰，主力坚守城墙，或者射空城计。令他意外的是，李默竟然认真考虑起来。你懂兵法？略知一二，他谦虚地说，心想总不能说是在《三国演义》里看的。李默突然握住他的手，跟我来。在军帐中，李默铺开地图，详细讲解了他的新计划，派精锐绕后烧敌军粮草，同时在必经之路上设伏。王云云趁机提出几个现代军事概念，如分散敌军注意力、制造信息差等，让李默眼前一亮。你绝非普通医女，他凝视着他，目光灼灼，但此刻我选择相信你。当夜，战役打响，王云云在后方医疗帐篷中救治伤员，每听到一次喊杀声，心脏就揪紧一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突然响起欢呼声，大捷！北敌退兵了。他冲出帐篷，看到浑身是血的李默被士兵们簇拥着归来。虽然仍有伤亡，但远比原本历史中全军覆没的结局好太多。我们成功了！王云云喜极而泣。李默走到他面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单膝跪地，多谢姑娘指点，救了我7000将士性命。王云云正想扶他起来，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周围的景象开始扭曲褪色。时间到了，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该去下一个碎片了。当王云云再次恢复意识时，刺骨的寒风让他打了个哆嗦。眼前是白茫茫的雪山，而他穿着单薄的古装，正艰难地沿着山路攀登。这是哪儿？师妹，快跟上！前方传来一个清朗的男声。王云云抬头，看见一个20出头的青年站在高处向他招手。他剑眉星目，笑容爽朗，腰间配着一柄装饰华丽的长剑。等等，这张脸虽然年轻了许多，但那五官轮廓……张子渊，他失声叫道。青年疑惑地皱眉，师妹怎么了？连师兄都不认得了。王云云低头看看自己，赫然是一身劲装，腰间也别着剑。她居然成了李默和张子渊的师妹。我刚才头晕，她勉强应付道。张子渊关切地走下来，高山反应，早说让你别跟来。他递过一个皮囊，喝口酒暖暖身子。王云云小心地抿了一口，辛辣的液体烧得她喉咙发痛。就在这时，山路转弯处又出现一个人影，年轻版的李默，约莫17、18岁，脸上还带着稚气，但眼神已经相当沉稳。师兄，师父说前方有雪崩危险，让我们改道。少年李默说道，目光在看到王云云时微微一亮。张子渊不以为意，绕道要多走半日。小师妹撑得住吗？王云云这才明白，自己进入了李默记忆中与师兄情同手足的时期。或许找回这部分温暖的记忆，能帮助修复他破碎的魂魄。我没事，他强打精神，继续走吧。三人在雪山上艰难前行。王云云暗中观察这对师兄弟的互动，张子渊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李默，时不时纠正他的步伐，分享保暖的秘诀。而少年李默眼中满是崇拜，对师兄言听计从。师兄，听说你家里给你定了亲？休息时，李默突然问道。张子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太原王氏的千金。他转向王云云，半开玩笑地说，小师妹要不也早点找个婆家？王云云注意到李默的耳朵悄悄红了。夜幕降临前，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，一座建在悬崖边的古老寺庙。门口的石碑上刻着镇魔2字，已经模糊不清。就是这里，张子渊兴奋地说，古籍记载的封魔殿，据说藏着上古秘术。李默有些不安，师兄，师父说过这里禁制重重。怕什么？张子渊不以为然，我们昆仑弟子还怕这些？进入寺庙后，王云云立刻感到一阵不适。墙壁上的壁画描绘着各种恐怖场景，剥皮抽筋、
挖眼割舌，正是人间对地狱的想象。看这个，张子渊指着一面刻满符文的铜币，这是失传已久的夺天造化功，练成后可长生不老。李默皱眉，师兄，这功法看起来邪气森森。迂腐，张子渊突然变脸，力量哪分正邪？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绿光，你们不练，我自己来。王云云心头警铃大作，这就是张子渊堕入魔道的开端。住手！他冲上去想阻止，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。李默扶住他，对张子渊喊道：师兄，你答应过师父不碰邪术的。闭嘴！张子渊已经开始照着铜币上的方法运功，皮肤上渐渐浮现出黑色纹路。等我神功大成，谁还敢逼我娶不爱的女人？谁还敢看不起我张家？王云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张子渊会在这里获得邪功，日后屠杀10万生灵，而李默将因为顾念同门之义，没有及时斩杀他，酿成大祸。李默，他抓住少年的手，现在必须阻止他，否则日后会有无数人因他而死。李默震惊地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？相信我，王云云急切地说，这是你未来最后悔的事。或许是他的眼神太恳切，李默终于点了点头。两人同时拔剑，攻向入魔的张子渊。你们敢！张子渊怒吼一声，周身爆发出黑气。十几招过后，年轻的他毕竟功力尚浅，被李默一剑刺中肩膀。师兄，回头是岸！李默痛心地说。张子渊捂着伤口，眼中满是怨恨。好得很。李默，今日之仇，来日必报。说完竟纵身跳下悬崖。师兄，李默想追，被王云云拉住。让他走，他轻声说，这是命中注定。李默转向他，眼中满是困惑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知道这些？王云云正想回答，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拉扯感，周围的景象再次扭曲。还不够，那个声音说，还差最后一块碎片。当王云云再次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喜庆的红色。她穿着凤冠霞帔，坐在一张雕花大床上，屋内红烛高照，窗上贴着喜字。这是成亲。她惊得差点跳起来。房门被推开，同样一身喜服的李默走了进来。这个版本的他约莫25、6岁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但眉宇间已经有了后来那种沉稳的气质。夫人，他轻声唤道，眼中满是柔情。王云云的脸刷得红了。我们。李默在他身旁坐下，轻轻握住他的手。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夫人怎么还害羞？他笑道，莫非是后悔嫁给我这个穷将军了？王云云这才明白，自己进入了李默想象中的如果当初。如果他没有战死边关，如果他能娶到心爱的姑娘，不后悔。他听见自己说，声音清确坚定。李默眼中闪过惊喜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拥入怀中。王云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松木香，感受到他胸膛的温度和心跳。这一刻如此真实，让他几乎忘记了这只是记忆碎片。报！一个士兵突然在门外高喊，急报！北敌10万大军压境，朝廷命将军即刻出征。李默的身体僵住了。王云云感到一阵心痛，即使在这美好的幻想中，命运也不放过他。我去就回，他勉强笑着，为他逝去不知何时流下的泪水，等打了胜仗，带你去长安看牡丹。王云云紧紧抓住他的衣袖，带我一起去。胡闹！战场起势儿戏。我不是累赘。王云云急中生智，我祖传医术，可以救治伤员。李默还想反对，但看到他倔强的眼神，最终叹了口气，答应我，只在后方依仗，绝不靠近前线。就这样，王云云再次跟随李默来到边关军营。与上次不同，这次他有了正式身份，将军夫人兼随军医官。士兵们对他既尊敬又好奇，私下议论这位医术高超却来历不明的夫人。战事比想象中来得更快。第3天黎明，北敌大军就发起了进攻。王云云在依仗中忙碌地救治伤员，耳边不断传来战报，左翼被突破，中军死守，李将军亲率精锐冲锋。突然，一个浑身是血的亲兵冲进依仗，夫人。
将军中伏受伤，昏迷中一直喊着您的名字。王云云的心瞬间揪紧，他抓起药箱，跟着亲兵冲向主帅营帐，一路上看到满地伤员和残破的兵器。帐内，李默躺在简易床榻上，胸前插着半截断剑，军医正在设法止血。剑上有毒，军医摇头，恐怕。让我来。王云云挤到床前，用现代医学知识检查伤势。箭头离心脏太近，贸然拔出必死无疑。但如果不拔，准备热水，干净布条，还有他环顾四周最烈的酒。接下来的时辰里，王云云全神贯注地为李默处理伤口。他用酒消毒刀具，小心地扩大创口，最终成功取出断剑。当包扎完毕时，他的双手已经被血染红，后背全被汗水浸透。你会没事的，他轻抚李默苍白的脸，喃喃自语，这次一定。李默的高烧持续了3天，王云云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用湿布降温，熬药喂食。第4天凌晨，他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。水，他微弱的呼唤。王云云欣喜若狂，连忙端来温水。李默缓缓睁开眼，看到他憔悴的面容，眼中满是心疼。辛苦夫人了。别说傻话，王云云哽咽道，你活下来就好。就在两人相视而笑的瞬间，王云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。营帐、伤员、李默，一切都在迅速褪色。不，等等，他拼命想抓住李默的手，却只抓到一把空气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时间不多了，还差最后一步。王云云发现自己漂浮在一片虚无中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灰色雾气，远处有点点微光，像是星辰，又像是魂魄碎片。孟婆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，你在往生井深处，这里是时空夹缝。孟婆婆，王云云惊喜地转头，却没看到人影。我只是一缕神识，孟婆解释道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李默的魂魄碎片已经收集得差不多，但最关键的部分，他愿意活下去的意志，还被困在自责中。王云云望向那些微光，我该怎么做？点亮心灯，孟婆说，用你的记忆，你对他的了解，把他拉回来。话音刚落，一盏古朴的青铜灯出现在王云云手中，灯芯无火自燃，散发出温暖的金光。跟着光走，孟婆的声音渐渐远去。王云云捧着心灯，在迷雾中穿行。灯光所照之处，雾气退散，现出一条小路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看到前方有个模糊的身影，李默抱着膝盖坐在地上，周身缠绕着黑色锁链。李默，他飞奔过去。李默抬起头，眼中一片死寂。王姑娘，不，这又是幻觉。不是幻觉。王云云跪在他面前，举起心灯，你看，我来带你回去。灯光下，他看清了李默的样子，比任何时候都要憔悴，眼中布满血丝，手腕上的业力锁已经深深勒进皮肉。回去，他苦笑，我有什么资格回去？7000将士因我而死，10万冤魂不得超生。那不是你的错，王云云急切地说，你已经忏悔了300年。而且他深吸一口气，我见到了年轻的你，你试图阻止张子渊。李默的眼中闪过一丝波动，去了我的记忆。不只是记忆，王云云轻轻握住他的手，还有你的如果，那个我们成亲的如果。李默猛地抬头，眼中终于有了神采，你记得？当然记得。王云云脸红了，我还记得你说要带我去长安看牡丹。心灯突然大放光明，周围的黑暗如潮水般退去。李默身上的锁链一根根断裂，化作光点消散。我们该回去了。王云云扶他站起来，大家都在等我们。李默却站在原地不动。云云，我必须知道，在那个如果里，你是真的愿意嫁给我吗？王云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她看着李默期待又忐忑的眼神，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。不只是如果，她轻声说，现在也是。李默的眼中瞬间亮起光彩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她拥入怀中，像是捧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心灯的光芒将他们完全包裹，时空开始重组。醒了，他们醒了。
谢必安欢快的声音将王云云拉回现实。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五味斋的厢房里，周围挤满了人，黑白无常、孟婆、几位判官，甚至严君也在。我回来了，她虚弱地问。不仅回来了，还超额完成任务。严君笑眯眯地说，李默的魂魄不仅完整了，业力锁也解除了。王云云这才注意到，李默就躺在旁边的榻上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他的手腕上已经没有了那道刺眼的红光，气色也好多了。恭喜二位，孟婆端来2碗汤，喝了吧，稳固魂魄。王云云接过碗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我们在里面过了多久？人间时间7天，范无就冷冷地说，你再不醒，我们就得把你的肉身埋了。7天，王云云差点打翻汤碗。他的毕业论文，他的毕业答辩。别担心，谢必安看穿他的心思，地狱时间流速不同，阳间才过了7分钟。王云云长舒一口气，随即又想到另一个问题，那张紫鸢。魂飞魄散了，严君平静地说，多亏你们，轮回井没有被污染。他站起身，李默，你的罪孽已清，随时可以投胎转世。李默却看向王云云，他怎么办？严君露出神秘的微笑，那就要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。众人识趣地退出房间，只留下王云云和李默面面相觑。沉默片刻后，两人同时开口，你，我，又同时停下。李默轻笑一声，你先说。王云云绞着衣角，真的要投胎了吗？李默的目光温柔而坚定。严君说，我可以选择留下做鬼差，或者他顿了顿，或者带着记忆转世。带着记忆，王云云瞪大眼睛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是不合规矩，李默承认，但严君说，鉴于我们的特殊情况，可以破例一次。我们？特殊情况？王云云的心跳加速了，什么意思？李默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单膝跪地，王云云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请求与你一同转世，再来世续写我们的缘分。王云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。他想起那个雪山上青涩的少年，想起军营中坚毅的将军，想起喜房里温柔的夫君，所有的记忆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李默，而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灵魂。我愿意，他听见自己说，但我的论文。李默忍俊不禁，这种时候还想着论文，那可是关系到我能不能毕业。王云云红着脸辩解。门外传来谢必安的咳嗽声，打扰一下，严君让我转告，只要王同学答应把地狱的真实情况写进论文，就特批他提前还阳完成答辩。王云云眼前一亮，真的？不仅如此，谢必安挤挤眼，我们还安排了一位特聘导师指导你论文。他让开身子，露出身后的孟婆。孟婆的左眼闪着狡黠的光，老身好歹当过几百年文判，指导个论文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王云云惊喜交加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那我和李默转世后，会出生在相邻的人家，范无就不知何时出现在窗口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他说着这么浪漫的话，表情却依旧冷冰冰的。李默握住王云云的手，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你。王云云回握住他，心中满是期待。地狱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认知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，而这一切都要从一篇论文开始。还阳的过程比王云云想象中要简单得多。严君亲自在他额头点了一下，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在睁眼时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公寓。电脑屏幕依然亮着，文档光标还在第5章开头闪烁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真的只是7分钟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又掐了下大腿，疼得龇牙咧嘴。窗外阳光明媚，鸟鸣啾啾，与他穿越前那个雷雨夜截然不同。王云云恍惚地站起身，发现书桌上多了一个锦囊，里面装着3颗散发着幽香的药丸，还有张纸条，答辩前服用，可助镇定。孟婆，不是梦。他捧着锦囊，心脏砰砰直跳。接下来的3天，王云云废寝忘食地重写论文，那些在地狱的见闻，现代化的18殿，人道的刑罚方式，各殿阎罗的真实面貌，
如泉水般从指尖涌出。写到五味斋时，他不禁停下笔，想起李默尝他做的火锅时被辣得通红的俊脸。叮咚，手机突然响起微信提示音，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图片，一盘焦黑的勉强能辨认出是糖醋排骨的东西。复言，第一次尝试现代菜谱，失败了。想你，默。王云云扑哧笑出声，眼眶却湿润了。她拍下自己刚泡的方便面回复，彼此彼此。答辩完就去陪你。刚按下发送键，手机又响了。这次是导师的邮件，王云云同学，明日答辩顺序调整，你改为第一个，请准时到场。什么？王云云手一抖，泡面汤洒在了睡衣上。她手忙脚乱地擦着，突然发现洒出的汤汁在桌面形成了一个笑脸图案，耳边似乎听到谢必安标志性的轻笑声。是你们搞的鬼吧？她对着空气问道。当然没有回应，但心里却莫名安定下来，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次日上午，王云云穿着正装站在答辩教室外，手里捏着孟婆给的药丸。吞下药丸的瞬间，一股清凉感从喉咙蔓延到全身，紧张情绪顿时消散。王云云同学，请入场。秘书打开门。教室里坐着5位答辩委员，最中间的是系主任严教授，因其苛刻的标准和严肃的表情，被学生私下称为活阎王。王云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讲台。各位老师好，我的论文题目是从民俗学到实地考察18层地狱的现代化转型研究。严教授眉头一皱，什么实地考察？王云云正要解释，教室的灯突然闪烁了几下，他感觉背后一阵微风拂过，似乎有人站在了他身后，不是实体，而是一种温暖的存在感。别怕，我在。李默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。与此同时，他注意到严教授身后的窗帘无风自动，隐约勾勒出一个穿白西装的人形轮廓。谢必安居然也来了。受到鼓舞，王云云开始了流畅的陈述。他展示的地域结构图让委员们频频点头，引用的第一手资料更是引起热烈讨论。直到荒谬，严教授拍案而起，你说拔舌地狱只是让人暂时失语，剪刀地狱是心理治疗，这些都是哪来的野史？教室温度骤降。王云云看到严教授身后的谢必安轮廓，做出了一个挽袖子的动作，连忙用眼神制止。严教授，他不卑不亢地回答，如果您不信，我可以请几位见证人作证。他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视频，画面中是穿着判官服的秦广王，正对着镜头说，我仅代表18殿声明，王云云同学论文中关于地狱刑罚的描述属实。这是特效吧？一位女导师凑近屏幕。就在这时，视频中的秦广王突然眨了眨眼，对着镜头外的严教授说，严明，1998年你抄袭同学论文的事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严教授脸色刷得变白，跌坐回椅子上。其他委员面面相觑，他们什么都没听到，只看到严教授的异常反应。答辩在诡异的气氛中继续。每当有委员提出尖锐问题，教室里就会出现些小状况。质疑地狱餐饮现代化的老师茶杯突然自己移动，否定轮回系统的教授投影笔失灵，而严教授则一直面色苍白，再没说过一句话。最后一个问题，系副主任和蔼地问，你论文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什么？王云云露出真诚的微笑，我发现地狱比人间更有人情味。那里的刑罚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教化，不是制造痛苦，而是给予救赎的机会。他顿了顿，如果人间也能如此，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下地狱的罪行了。全场寂静。片刻后，除了严教授外的4位委员同时鼓起掌来。通过了。一出教学楼，王云云就迫不及待地给那个号码发消息，全票通过。严教授最后都没敢抬头看我。回复立刻来了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。王云云一路小跑回到公寓，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古色古香的铜盆，这是孟婆给她的阴阳通讯器，装满水后可以短暂打开阴阳通道。
水面泛起涟漪，渐渐浮现出五味斋厨房的景象。李默正在灶台前忙碌，旁边站着几个指指点点的小鬼。他今天没穿戎装，而是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衫，更显得俊朗挺拔。做什么好吃的呢？王云云凑近水面问。李默抬头，露出惊喜的笑容，按照你给的菜谱，尝试做。他看了看焦黑的失败品，总之不是糖醋排骨。王云云咯咯笑起来，等我过去教你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子时通道才会完全打开，我还有几个小时。他们隔着水镜聊了很久。李默告诉他，阎君特批他保留记忆转世，但会封印大部分，直到遇见王云云才会逐渐解封。王云云则讲述答辩时的趣事，怀疑是谢必安暗中吓唬了严教授。对了，李默突然想起什么，孟婆让我告诉你，你体内有佛骨的事。水面突然剧烈晃动，画面变得模糊。李默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干扰18电提前，通讯中断了。王云云试着重新激活铜盆，却只看到自己的倒影。他心神不宁地收拾行李，把笔记本电脑、手机充电器和几件换洗衣物塞进背包。孟婆说过，他可以带些现代物品去地狱，但不能太多。当时钟指向11点半，房间里的温度开始下降，墙角出现薄霜，逐渐向中心蔓延。王云云穿上厚外套，把背包紧紧抱在胸前。叮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，一张黑白无常的自拍照。谢必安比着剪刀手，范无咎依旧冷着脸，背景是欢迎回来的横幅。这群活宝，王云云笑着摇头，突然发现照片角落里有个熟悉的身影，穿着现代休闲装的李默正在认真学习使用微波炉。午夜钟声响起时，他床前的空间开始扭曲，形成一个发光的漩涡。王云云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了进去。王云云穿过通道，直接落在了五味斋的院子里。原本以为会有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，却发现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厨房亮着灯。有人吗？他试探着喊道。厨房门猛地被推开，李默冲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看到王云云，他眼睛一亮，3步并作2步走到他面前，似乎想拥抱又克制住了，最后只是接过他的背包。欢迎回来，他声音有些哑，大家都去准备转世仪式了，让我在这里等你。王云云注意到他眼下有淡淡的青黑，这几天没休息好。李默引他进入厨房，在学用现代厨具，他指着灶台上几个焦黑的试验品，按照你手机里的菜谱，但火候总是掌握不好。厨房角落里，微波炉、电磁炉等现代电器摆了一排，与古朴的灶台形成鲜明对比。王云云心头一暖，她是为了将来在人间生活做准备。我来教你。她挽起袖子，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。两人在厨房里边做饭边聊天，仿佛回到了在地狱初时的日子。只是现在，李默会自然地帮他拢起散落的发丝，他会不经意地靠在他肩头尝菜，那些在生死考验中萌芽的情感，如今已悄然生长。开饭啦！随着王云云一声吆喝，院门突然被推开，黑白无常、孟婆和一群小鬼蜂拥而入，手里都捧着各色食盒。惊喜！谢必安变魔术般从袖中抽出一条横幅，恭贺王同学答辩通过季欢送会。原来大家早就计划好了。院子很快被布置起来，长桌上摆满美食，有人间的火锅、地狱的特色名菜，还有李默那些失败的实验品也被郑重地放在一角。这道碳烤不明物很有创意，范无咎难得幽默，指着其中一盘黑乎乎的东西说。阎君也派童子送来贺礼，一对雕刻着彼岸花的玉镯，戴上这个，转世后能更快找到彼此。童子传话说。酒过3巡，气氛愈发热闹，小鬼们表演了地狱版街舞，谢必安拉着范无就唱了手跑调的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连孟婆都展示了她惊人的霹雳舞技巧。我一直想问，王云云趁着醉意小声问李默，孟婆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李默摇头，没人知道。据说他在地府的时间比阎君还长，左眼能看过去，右眼能观未来。
正说着，孟婆走了过来，手里端着2碗发光的汤，时辰快到了，喝下老身特制的原定3升汤，来世方能重逢。王云云接过碗，汤水映出她与李默并肩而立的身影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同时饮尽。汤的味道奇妙无比，像是浓缩了世间所有相遇的喜悦与离别的苦涩。宴会结束后，众人来到第10殿轮回司，这里比王云云上次见到时更加庄严肃穆，6道轮回的光门比之前明亮许多。转轮王亲自接待了他们，时辰已到，请2位登上往生台。往生台是个白玉砌成的圆形平台，上面刻着繁复的符文。王云云和李默并肩站在中央，黑白无常、孟婆和其他鬼差在台下送行。记住，孟婆叮嘱道，你们会出生在相邻的家庭，但记忆将暂时封印。当你们18岁时，封印会逐渐解开。谢必安笑嘻嘻地补充，我们安排了一点小惊喜，保证你们童年就相遇。范无救则严肃地警告，不要试图提前寻找对方，会扰乱因果。严君的声音突然从空中传来，李默，念在你300年来的功德，特许你保留一项技能。想好了吗？李默不假思索，剑术。王云云，严君继续道，你体内佛骨已觉醒，来世将有机缘修的正果，但在此之前，声音带上一丝笑意，你可以保留厨艺。转轮王开始吟诵咒语，往生台缓缓旋转起来。王云云感到一阵眩晕，下意识抓紧了李默的手。别怕，李默在他耳边轻语，这次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光芒越来越盛，吞没了他们的身影。最后一刻，王云云看到孟婆对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，左眼眨了一下，右眼流下一滴泪。2025年8月15日，某市妇幼保健院，恭喜，是个健康的女孩。产房外，王教授焦急地等待着。听到护士的报喜，他长舒一口气，随即又担忧地看向隔壁产房，他的邻居李上校的妻子也在生产，已经进去5个小时了。李家怎么样了？他问护士。就在这时，隔壁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。片刻后，护士推门而出，李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，2个孩子出生时间只差3分钟。王教授和李上校在走廊相遇，2个刚当父亲的男人相视一笑。看来我们2家要做一辈子邻居了，李上校笑道，你家丫头和我家小子，说不定还能成青梅竹马呢。谁也没注意到，产房窗外飘过一白一黑2个模糊的身影，很快消散在晨光中。云云，这是隔壁李叔叔家的默默，以后你们一起玩好不好？5岁的王云云躲在爸爸腿后，偷偷打量着对面的小男孩。他穿着小军装，表情严肃的不像个孩子，但眼睛亮晶晶的，让他想起外婆家后山的星星。你好，小男孩像个小大人似的伸出手，我叫李默。王云云怯生生地握住那只小手，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熟悉感，仿佛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。我有小熊饼干，分你一半，他小声说。李默的眼睛更亮了，谢谢，我教你叠纸飞机作为回报。2个孩子手拉手跑向花园，留下2位父亲面面相觑。奇怪，王教授挠头，云云平时很怕生的。李上校望着儿子的背影，若有所思，默默也是第一次主动接近别人。默默，快来看！10岁的王云云神秘兮兮地拉着李默躲进树屋，我昨晚又做那个梦了。李默熟练地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，这次梦到什么？一个大厨房，还有穿着古装的你。王云云兴奋地说，你再学用微波炉，弄得一团糟。2个小孩对视一眼，同时开口，要继续瞒着爸妈吗？从6岁起，他们就开始做类似的梦，地狱、鬼差，一个叫五味斋的地方。起初以为是共通的幻想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梦境越来越清晰，细节越来越具体。我查过了，李默压低声音，历史上真有个叫李默的将军，在天启7年战死。王云云睁大眼睛，我的梦里你确实说过你是将军。李默突然抓住他的手，云云，我觉得这些不是梦，是记忆。
树屋外，一只乌鸦落在枝头，红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两个孩子。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它脖子上系着一条极细的白丝带。高中校园的樱花树下，15岁的李默拦住王云云：“周末有空吗？市博物馆有个特展，中国古代冷兵器。”王云云歪头看他：“你请我？”“嗯。”李默耳尖微红：“就当报答你上次教我做饭。”王云云做的红烧肉全校闻名，连最严厉的教导主任都会在美食节上偷偷多要一份。而李默则是击剑社的明星选手，动作优雅的不像中学生。“好啊。”王云云笑着答应，“但你要请我吃冰淇淋。”博物馆里，当其他同学走马观花时，两人却在青铜剑展柜前驻足良久。奇怪，王云云喃喃道：“我好像知道这把剑怎么用。”李默眼神一凝：“你也有这种感觉？”他做了个标准的起手式，就像这样。路过的保安目瞪口呆：“小伙子，你这姿势比我们请的武术顾问还标准。”回家的公交车上，王云云靠着李默的肩膀昏昏欲睡。夕阳透过车窗，在他脸上投下温暖的光晕。李默轻轻将他的刘海拨到耳后，心中涌起一种跨越时空的熟悉感。“云云”，他轻声问，“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”半梦半醒间，王云云嘟囔道：“相信啊，不然怎么解释我第一眼就喜欢你？”话没说完，他就睡着了，没看到李默瞬间涨红的脸和上扬的嘴角。高考结束后的夏夜，两家人一起在天台烧烤。王云云和李默借口看星星，溜到了天台角落。明天就出成绩了，王云云仰望着星空：“你说我们会考上同一所大学吗？”李默没有回答，他正盯着自己的手掌，那里突然浮现出一道淡淡的金光，形成一个奇特的符文。“云云，你看。”王云云凑过来，倒吸一口冷气：“这是我的论文题目。”他下意识地摸向脖子上的玉坠，严君送的那对玉镯，转世后化成了2枚玉坠。两人四目相对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地狱、五味斋、往生井，那场跨越生死的冒险。李默，王云云声音发颤：“我们都想起来了。”李默握住他的手，手腕上隐约浮现出一道红色痕迹，又很快消失。所有的记忆。月光下，18岁的少年少女静静相拥，背后是两家父母惊讶又了然的目光。“老李儿”，王教授碰了碰李上校的酒杯：“看来咱们真要成亲家了。”李上校大笑：“早该想到了。”从他们会走路起，默默眼里就只有云云。大学开学第1天，王云云在校门口等来了骑着单车的李默。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，阳光下的侧脸与他记忆中的将军完美重合。“上车，女朋友。”李默拍拍后座：“送你去上课。”王云云跳上后座，自然地环住他的腰。“第1站，文学院。我的民俗学论文可有独家资料了。”“先说好。”李默假装严肃：“不许写我被辣椒呛到那段。”两人笑闹着穿过校园。樱花纷飞中，没人注意到一只黑猫和一只白狗蹲在路边，目送他们远去。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黑猫脖子上系着黑丝带，白狗戴着个小小的骷髅头吊坠。而在某个超越时空的维度，严君放下手中的生死簿，满意的笑了：“这一笔总算圆满了。”